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是啊，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3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严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不必再说。元帅，八妹说的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殿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严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这3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3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是啊，是啊，只要咱们攻破3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
急不可待了。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是啊，是啊。哎呀，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已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不，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做困兽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那元帅，你意如何？宋军将帅已知杨彦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再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3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呵呵，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可是奶奶，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预辽之人了？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谁呀？谁呀？谁呀？您说，您是说桂英？娘，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难道你忘了，他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桂英，在。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我想敌不过10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她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她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她，真是言过其实了。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娘，您再宠爱宗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是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对呀，是。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较量就较量。孙媳不敢造次。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开始！这，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使出你的招法！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双斧正在伯父手上。武伯，桂英失礼了。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2人1武，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这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1人，为何我们要2人1武？与之比试。你们不2人1武，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娘，2人1武就2人1武。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1勇顶100，10勇顶1000，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在。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旨。儿媳得令。穆桂英在。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孙媳得令。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好啊，
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遵命。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经验就是优势。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好，对呀，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太阴阵。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这儿痒。什么痒痒的呀？哪儿？痒。啊！天窗！赶紧卸甲。少将军，来。我都痒了一天了。千万不能挠啊！不挠痒啊！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哎，好，慢点。给我。这是我在木刻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你还会这个呢？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弄完了千万别误着，你知道吗？桂英啊，这敞着呀，好得快。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知道了。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36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切，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儿，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其实啊，就是变化。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
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地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好，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没有。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遵命。请。请。布下太阴阵，写。给。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上来就用雷霆万钧之势攻击，这刚出山的小丫头肯定被吓毛了，别说交战了。太阴阵，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要不我们退到城中？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要不咱们先撤退？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那怎么办？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可是前进非常困难，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金戈铁马，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呵呵，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马上顶住！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末将觉得也是。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快！三娘阵法用的火，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聪明。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金贼千亲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写。你看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就擒贼擒王啊！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八妹胆量过人，这一点五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2截，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其意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一退势必大乱，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好啊！娘，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诓入坑中，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国，
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计时结束。老太君，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啊！桂英能胜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是啊，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特点？不按常规出牌。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她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她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朱雀阵。好。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呐。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哎，你说七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肯定是姑姑。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婶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摆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她的生活琐事干嘛？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为何？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行。小王爷，还没吃饭吧？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我不去。啊？怎么了？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好，能有穆姑娘好？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当然了。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真的假的？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你不说宗保吗？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走。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木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嗨，宗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我也有个遗憾。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她嫁给你。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啊？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不醉不归。不醉不归。哎，换大碗。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干！干了吗？干了。没干。最后一口。好样的！来，裁员上酒。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儿用兵之法。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呐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娘，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
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哈。啊！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哦，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喝酒。喝酒。好酒量啊，小王爷。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18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围魏救赵，小王爷，借刀杀人，七娘，你八妹，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什么？你吃饭？谁请的你？穆桂英。穆桂英，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哎，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桂英，你吃过饭了？还喝了酒呢。你和谁喝的酒？小王爷呀。你怎么跟他喝酒啊？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你太不正大光明了！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走。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你想都想不到。什么阵？迷魂阵后朱雀阵，够狠吧？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孩儿听娘的。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遵命。遵命。请。二位还有何建议啊？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哎呀，迷魂阵。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何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
他已不变应万变。他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娘，你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那是，八妹聪明嘛。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哼，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姑姑用招真狠，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上当了！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胡伟马上就要横扫桂英和宗保了。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了，兵败已成定局。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等等，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桂英怎么用这招呢？穆国，计时结束。老太君。桂英啊，哎，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儿了。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细节？什么细节？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
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杨元帅，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动。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可是我……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是啊。哎。这。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滑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奴才遵命。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领什么？谢圣上。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这是个女人。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什么？穆桂英？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狗急了还跳墙呢。
兔子急了还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一介武夫，猪，蠢猪！哎，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失。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力阻穆桂英挂帅。好，遵命。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诸位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羽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木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她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了辞呈和推荐的奏折。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对于她，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木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3败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那杨宗保呢？
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呐。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我不吃了。桂英，怎么了？没事啊。来吃饭，吃饭。没事。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真的？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是喜事啊。可是娘，吃饭啊，吃。来，桂英。小姐，小姐，吃点吧。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我不想吃。来，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还不是因为你啊！我是用来医疗打仗的，我又是来生孩子的。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行行行，不吃也行，慢点不吃也行啊。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圣旨到。杨延昭接旨。臣杨延昭接旨。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臣领旨，谢圣上。
宋公公，娘，这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穆桂英是谁呀？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天不负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是啊，是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末将在。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是。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从这3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我也是通过这3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傅是谁。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骑、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傅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傅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儿。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奶奶费心了。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好，孙熙听您的。我吃。来，慢点。来。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走，走，怎么回事？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三馆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洪总，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慢，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等等，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哦，果然是同乡啊！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谢苏大人。请。你是何人？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来有何事？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
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须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是。老太君，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你们起来！哎，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娘说的也是啊，虽说桂英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起何作用？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唉，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石虎镇、长蛇镇、太阴镇。小姐，朱雀镇，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洗都洗不掉。别打岔，别打岔。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杨元帅他中风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彩云，快带我去。这奶奶。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别扶我，别扶我，小姐。奶奶，我爹他爹。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奶奶，我爹他怎么了？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扶他回去。小姐，哎呀，没事，行，燕昭这一病，恐怕10日8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娘，万一有不测呢？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小姐，小姐，娘。小姐，小姐，你要干什么？别，小姐，让
开！小姐，小姐，快走！桂英，你不要命了！你怀着我们的孩子，你知道吗？我知道。那你知道还这么做？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蓬府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放手！你放手！不让！你这站住！桂英！小姐！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虽然她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她绝不留情。奶奶，奶奶，奶奶！宗宝，你快去看看桂英。怎么？走。桂英，桂英，桂英，奶奶，桂英啊！桂英，桂英，桂英，小姐，小姐，请您回帐吧，请您回帐吧。桂英啊，回帐，桂英，小姐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求你，小姐，求求你了，小姐，请您回帐。小姐，请您回帐吧，小姐。回去，小姐，回去吧，回去吧，回帐吧，小姐。宗宝，我对不住你。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欺君罔上，胆大妄为。哼哼。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15。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10尺，也挡不住啊道高1000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3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潘冲，明白，明白才怪。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哎，对，冲动是魔鬼。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去吧。告辞。冲动是魔鬼，哼！
我看你就像个鬼。这是佘太君代杨延昭写的奏折呀。